小白如何学习木雕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院儿。最近呢发了一些木雕教程，还挺受欢迎。但是在学习过程中，很多朋友有的都受伤了，这是不应该的啊！我也有责任，所以这期我们针对怎么挑木料、怎么选用雕刻刀，包括在雕刻过程中为啥刻不动木料这些问题，我们简单做一个讲解和分析，然后方便大家以后去系统的学习。好，话不多说，我们开始学习吧。好的，我们先认识一下这两堆木料，从硬木开始说起。这里有陈贵宝、红贵宝、红檀木、刺猬紫檀、绿檀、紫光檀、巴西花梨、雪檀、紫苏木、金丝楠，还有颜色很丰富的固化木，也叫稳定木，包括多层贴片的科技木，还有传说中的小叶紫檀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下材质相对比较软的一些木头。这里有松木、水曲柳、红橡、白枫、红榉、黑胡桃、黄杨木、青木，还有我们比较常用的椴木。这两堆木料中，硬木我们是不用手动工具的，而是用到了这个电动工具，叫做压机，左边是开关，右边调节正反转，中间波轮调节转速。在这里我们需要扭动手柄，装上磨头，磨头可以插入大概1/2，然后再拧上就可以使用了。这种电动雕刻机雕刻檀木是非常方便的，可以快速达到想要的一个造型。使用电动工具我们不可以戴手套。这种电动雕刻机不挑木料，软硬都可以，但相比手工雕刻刀，下料速度较慢，粉尘也比较大。小压机它的刀头种类繁多，无论是木头、玉器、牙齿、金属还有地胶都可以使用。放在一边，今天我们重点说的是手动工具。对于新手来说，手动工具我们需要戴上防割手套。这里有材质比较厚的和材质比较薄的，和我平常比较习惯用的指套。指套我们一般戴在左手的大拇指和食指上。戴好之后，我们开始介绍雕刻刀，从指刀开始。首先是进口的雕刻刀，捷克的 Nerix， 试一下雕刻刀的锋利度。下一把是小号的 Nerix， 我们可以做斜切，右手大拇指要戴上指套，做一个回捞的动作，可以做一些简单的花形。我来刻一个小花瓣。这一款是瑞士箭牌的一款薄片雕刻刀，我们试一下锋利度。还是瑞士箭牌，刃口比较宽，刀也好入木料，试一下锋利度。然后是款国产的雕刻刀，这一款刀头比较长，可以快速剔出木料，还是国产雕刻刀，价格才20-30块钱，锋利度也是可以的。最后这把指刀呢，是我们平常课件里配的指刀，锋利度也可以。然后是文具店可以买到的裁纸刀，也可以使用。裁纸刀刀头也是可大可小，也有进口的和国产。像这把就是替换的弯刃，也能用来切削。这种雕刻刀是有寿命的，我们刀头坏了直接更换就行。再来就是比较昂贵的超声波裁纸刀，我就不通电了，给大家比个样。它一般用来切割模型板。再来是日式的玫瑰酒，我们试试锋利度。下面还是日式刀，这3款呢是一样的雕刻刀，所以我们随便拿一套来看一下。首先是 U 型刀，能挖出半圆槽，然后是小号的 U 型刀，也是同样的功能。再来是 V 字刀，能挖出竹片的肌理。然后下一把是斜口刀，还有平口刀。这4种刀型口径也是有大有小。我手上的是国产的核雕刀，其中最常用的是这个坦刀，它介于平口刀和 U 型刀之间，尺寸也是有大有小。再来就是雕刻大件的东洋木雕刀和一些异形的挖勺刀。看了这么多木料和雕刻刀，对于小白来说不需要都买，我们应该把重点放在雕刻手法上，所以接下来我讲几个刀法，一共是4种常用刀法。第一种是直推，我们左手大拇指发力，右手不动向前推刀。第二种是刀口朝向自己，左手大拇指向回拉，并且右手也是不发力的。第3种呢是刀口垂直90度向下压，也可以切断木料。第4种呢，我们右手大拇指要戴上指套，刀尖入木角度大概是60度左右，右手大拇指发力向回捞，可以做出花纹。一般欧式浮雕经常用到这个动作。
所以我们初步入门只需要一把雕刻刀就足够了。当然，如果有条件，U 型刀和 V 型刀也很实用，大小口径各买一把。手法会了，我们来解决第二个问题，如何挑选雕刻刀。可以看到种类繁多，这里我们从1-20块钱的雕刻刀，再到100-200块钱的雕刻刀，无论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，根据刚刚视频你就会发现，其实雕刻体验都一样。所以问题出在哪儿？答案是当刀板。当刀板是用木头和牛皮制作而成。我们刚买的雕刻刀其实已经很锋利了，不需要打磨，只需要背刀就可以。磨刀之前，我们需要在牛皮板上磨一些抛光蜡。我手上这2块抛光蜡硬度比较高，需要用雕刻刀把上面的粉末打在牛皮板上，然后再进行背刀。只要搜索当刀，我们就可以找到相关产品，而且市面上大部分用的是绿蜡，不是我手上的这种硬质蜡。这种软质的绿蜡需要搭配磨刀油一块使用，所以刀锋不锋利就看你有没有背刀。那背刀背到什么程度才算最合适呢？很简单的一个方法，我们只需要把刀放在一个带有字体的纸上，可以看到字体并且反光，抛出镜面就可以了。当然，有条件的可以买电动磨刀器背刀，速度会更快。雕刻刀是否磨好了，还有一个鉴别方式，就是灯光下看刀刃。可以看到左边雕刻刀没有白线，右边却有一条白线。有白线的雕刻刀是钝刀，我们在切削的时候就很困难，而且表面不平滑。相反，一把锋利的雕刻刀可以切出平滑的表面。我们来切一个端面试一下。下一个问题，这么多木料我们应该如何挑选？其实这个问题上一个问题已经回答过了，只要刀够锋利，我们可以应对各种木头。松木没有问题，黄杨没有问题，黑胡桃也是可以雕刻，包括椴木、青木统统可以摆平，甚至说硬度比较高的水曲柳、榉木都可以去削。所以磨刀不费砍柴工，我们一定要把刀备好。但是总得挑个木料吧，所以椴木是最理想的雕刻材料，因为椴木的纹理性不强，雕刻过程中不容易劈料，是较为理想的雕刻材料。好了，我们这节总结一下重点。第一是先得戴好护具，我们要戴上防割手套。雕刻刀不锋利，我们需要用当刀板不断的去背刀，直到背出镜面。只要雕刻刀磨锋利了，我们是不挑木料的，无论是松木、黑胡桃还是最好用的椴木都可以进行雕刻。当然新手是推荐椴木。众多品牌的雕刻刀怎么选？买你买得起的那把就可以。它们区别在于钢口不一样，设计理念不一样，但是雕刻体验几乎一样。如果直刀再搭配上各种口径的 U 型刀和 V 型刀，那雕刻体验会更好。好了，先分享到这儿，这期视频比较长，如果您觉得有收获可以留一留。拜了个拜。